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幸福的眼泪。今天我想复刻山姆的伯爵红茶蛋糕卷，就是这个。山姆的这个蛋糕卷吃起来口感还是挺绵软的，如果直接用瑞士卷的方法来做的话，我觉得口感还是达不到这个绵软程度。上次做的那个浮云卷真的太软太好吃了，但是就是失败率有点高。这次我想中和一下，我想做一个烫面的蛋糕卷，这样我觉得可以降低失败率，而且口感应该也会比较软。太聪明了，好吧，开整。先准备一个28乘28厘米的方形烤盘，在上面铺上油布或者油纸，烤箱给它预热上下火180度，把玉米油先倒在奶锅里，小火加热，给它加热到70度左右，然后关火，倒入低筋面粉，快速搅拌。这油加热的温度呀，千万不能太高，最好别高于80度。等会儿我告诉你们为什么。搅拌到看不到干粉就可以离火了。继续搅拌均匀，搅拌到面粉没有颗粒了。然后加入牛奶，拌匀。牛奶用常温的就行，不需要用热的。把鸡蛋分开蛋清跟蛋黄，把蛋黄直接放在奶锅里。然后把蛋黄和面糊搅拌均匀。拌好的这个面糊是有流动性的，然后加入红茶粉，再搅拌均匀，这个蛋黄糊就做好了，放在一旁备用。现在插播一条失败的经验分享，如果温度太高的话，加入牛奶以后它就会变成这样了，改浆糊了，可以抹墙了，还是牛奶味的。哦，不对，这里边有油，好像粘不住啊。所以啊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一个是油温不能太高，还有一个就是倒入面粉，搅拌几下以后就赶快离火。对于老手来说也没问题，再加点液体调整就行了。但是对于新手朋友来说，掌握不好那个状态，到时候做出来就容易失败了。插播结束，我们继续。蛋黄糊搞定了，下面就来打发蛋清儿，在蛋清里加点白醋或者柠檬汁去腥，然后用电动打蛋器的低速来打发蛋清儿，在这期间分3次加入细砂糖。最后蛋白打到这个状态，提起打蛋器，看这个蛋白稍微有点弯弯的下垂，会比之前我们做小4卷硬一些，这样烤好的蛋糕卷回缩的程度会小一些。然后先将1/3的蛋白加入到蛋黄糊里拌匀，再把拌好的蛋黄糊加入到蛋白里，刮刀从中间切入，由底部向上翻拌，一边拌还要一边转动这个盆儿。就这样把面糊拌匀，最后拌好的面糊非常细腻有光泽，然后把面糊倒在烤盘里，可以看一下这个面糊的状态啊，还是比较稠的，需要借助刮刀和刮板来把面糊抹平。然后把烤盘在桌子上再摔几下，把里边的气泡震出来，放入烤箱的中层，上下火用160度左右烤25到28分钟。如果你烤箱密封性比较好的话，可以垫一根筷子啊，或者锡纸条之类的，就是留个门缝，这样烤的时候就不会鼓包了。烤蛋糕的时候，我们来把里边要加的奶油准备好，奶油奶酪提前放在室温下软化，加入糖和奶粉，先搅打顺滑。然后再加入淡奶油，这个淡奶油要用冰的，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，再把它们搅打均匀。打到这样有纹路不消失就可以了，然后放到冰箱里冷藏。蛋糕烤好以后取出来蒸一下热气，然后把蛋糕从烤盘里拿出来。
把4个边揭开，就这样先给它晾着。今天的天空真的特别的美，清晰可见的蓝天白云，还有阳光。蛋糕表面摸上去完全凉了，然后就可以给它翻个面，在上边铺张油纸，给它翻过来，把底部的油布揭开。今天我们是要用底部当正面，所以底下这层蛋糕皮要揭下来才好看。关于怎么可以烤出毛巾卷，我前2年拍过一个蛋糕卷失败案例的视频，大家可以看看那个。因为要用这一面当正面嘛，所以我们还要再翻一遍。切掉2边，下边这块给它斜着切，切出一个坡来，这样卷完比较好看。把打好的奶油全部放在上边，用刮刀抹平，最上边厚一点，最下边薄一点，最下边要很薄很薄，这样卷的时候奶油才不会被推出来。底下一定要很薄很薄。然后就把擀面杖放在油纸下边，提起油纸和擀面杖，先把它轻轻卷一下，然后另一只手再扶着下边，再用擀面杖顺势卷起来就行了，多练几遍就顺手了。刚卷过来以后是这样的，然后把擀面杖放在蛋糕的前边，请看我的手是蹬着底下的油纸往前拉，擀面杖往后推，两只手是呈相反的方向用力，把蛋糕卷再卷紧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放在烤盘上，然后放入冰箱冷藏30分钟。30分钟以后就可以切开吃啦。把刀放在火上加热一下再切，这样切面会很整齐好看。哇，看上去也太棒了吧！然后每切一块蛋糕的时候，都要把刀擦干净了，再加热一下再切。那咱们这个伯爵红茶蛋糕卷就完成啦！啊，我怎么觉得闻起来跟山姆的那个味道好像啊？非常像，真的。蛋糕很软，然后有淡淡的茶香味儿。这个茶香味儿，我感觉比山姆的那个茶香味儿还会更重一些，还有很香浓的奶酪的香气，真的很好吃哎，比山姆的好吃。复刻成功，不行我也再来2口，又是停不下来的节奏。真的太好吃了，满足，好幸福啊！哎，我这个一边吃东西一边说话的习惯好像真的不太好，但是我就是很想跟你们表达一下我激动的心情。好了，我吃完一块蛋糕了，这个蛋糕真的很好吃哎，而且做法也不难，强烈推荐大家试一试。今天就到这里啦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关注、点赞、评论、转发哦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